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你明明已经很用心了，可到最后关系却越来越冷。你明明付出了很多，却反而成了那个不被珍惜的人。这种感觉特别容易出现在亲密关系里，恋爱、婚姻、亲情几乎无一例外。你开始时并没有什么算计，你只是想着多做一点，对方就会感受到；多体谅一点，关系就会更好；多付出一点，感情就能走得更远。可现实却常常给你泼冷水，你越是主动，对方越是理所当然；你越是迁就，对方越是挑剔；你越是退让，位置反而越低。到最后，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很委屈，却又不太敢说出口的念头：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却一点都不珍惜？这个问题其实困住了很多人很多年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你发现这种模式不是只发生一次，换一段关系好像还是这样，换一个人结局却并没有太大不同。于是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付出的还不够？是不是我表达的不够好？是不是我不值得被珍惜？可你冷静下来想一想，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那些在关系里被珍惜的人，并不一定付出的最多，而那些被忽视、被消耗的，往往恰恰是最用力的那一个。问题真的出在付出本身吗？很多人到这里会开始听到两种极端的声音，一种说你太傻了，不该付出；另一种说付出是美德，是修行。可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没有真正回答问题。现实中的你并不是不知道付出有风险，你也不是没想过要不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可当关系摆在你面前，当对方需要你，当情绪涌上来，你还是会下意识地选择多做一点，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很深的信念：只要我够真心，对方总会看见。正是这个信念让很多人一次次走进同一个循环。你付出是希望关系更稳，可结果却是你变得越来越不被当回事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？在关系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的付出往往是被感谢的，可慢慢的，它变成了默认，甚至变成了义务。你开始听到这样的话：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你以前不也是这样吗？怎么现在反而计较了？这时候你会特别难受，因为你并不是突然变得自私，你只是开始觉得累了。可一旦你试着停下来，对方反而会觉得你变了，于是你被夹在中间，继续付出，心里不平衡；不付出，又被指责冷漠。很多人就在这种拉扯中，把关系一步步拖垮。可如果你愿意退一步看，会发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你在关系里的位置，其实早就悄悄发生了变化。一开始，你是选择付出的人，后来，你变成了被期待付出的人。而这两种位置带来的感受完全不同。前者是自由的，后者是被消耗的。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，他们只觉得事情好像是慢慢变糟的，却说不清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走偏的。这里面藏着一套非常典型却又很少被讲清楚的逻辑：
它不是对错问题，也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一个心理位置错位的问题。你之所以越付出越不被珍惜，往往不是因为你给的太少，而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不该待的位置上。这个位置看起来是爱的多一点，可在对方的感受里却慢慢变成了你本来就会这样。当一个人的付出开始不需要被确认，不需要被感谢，甚至不需要被尊重，那他就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可大多数人在这里并不会停下来反思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，那我是不是要付出得更好一点？于是错位进一步加深，你开始提前满足对方的需求，开始替对方承担他本该承担的部分，开始用理解和体谅替对方找理由。你以为这是爱，可实际上你是在用付出换取关系的安全感。而任何一种关系一旦靠交换安全感来维持，它就已经开始失衡了。只是在这个阶段你还不太感觉得到，因为你还在用我愿意来安慰自己。直到有一天你发现，你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没有被真正看见，那种失落感会让人非常清醒，也非常痛。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你会不自觉地走到这一步？这个答案不在道德里，也不在付出多少里，而在我们对爱和关系的理解本身。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慢慢讲清楚。要真正看清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承认一件事，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要爱自己，而是在关系里根本不知道界限是怎么一点点消失的。你最初的付出往往是自愿的，你心里很清楚，我愿意是因为我在乎。那时候你并没有觉得委屈，反而有一种靠近感。可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你开始替对方多做一点点的时候开始的。一开始只是小事，你帮他多想一步，你替他多扛一点，你觉得没关系，反正我能承受。但关系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机制，人会迅速适应别人的付出，却很少主动意识到它的代价。当你的付出没有边界，它就会被当成环境的一部分，就像空气，就像水，不是不重要，而是本来就该在那里。这并不是对方有多坏，而是人的心理本来就倾向于默认稳定。你以为你在为关系加分，可在对方的潜意识里，你是在重新定义规则。规则从我们彼此照顾，慢慢变成了你比较会照顾。一旦规则改变，位置就会改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关系里，被珍惜的那一方，往往不是付出最多的，而是那个不急着补位的人。当事情没做好，他不立刻接手；当问题出现，他不会第一时间替别人兜底，他允许一点不完美的存在。而你恰恰相反，你一看到裂缝就忍不住去补，你一感觉气氛不对就立刻调整自己。你不是为了控制，你只是害怕关系变冷。可恰恰是这种害怕，让你一步步退到了一个更低的位置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残酷却非常真实的现象，谁更害怕失去，谁就更容易让步位置。当你开始用付出来换稳定，你其实已经把关系的主导权交了出去。这时候对方即便没有恶意，
也会在无意识中慢慢习惯这种结构。他不再需要为关系花同样的心力，他知道你会在，他知道你会理解，他知道你不会轻易离开。于是他对你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直接，而你对他的期待却越来越小心。你会开始压抑一些真实感受，你会告诉自己算了，不说了，你会觉得说了也没用，你甚至会怀疑是不是我太敏感。可你心里的不平衡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你暂时按了下去。当付出变成单向，关系就不再是流动的，而是倾斜的。你以为你是在维系感情，可实际上你是在消耗自己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消耗并不会立刻被看见，因为你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说话，很体贴，很懂事，可在很多关系里，懂事反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品质。你不闹，不吵，不逼，对方就很难意识到你也需要被回应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你给出的越多，你能被回应的空间反而越小。而当你终于忍不住想要表达时，对方已经不太习惯去接住你了。他会觉得，你怎么突然变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可你真的变了吗？你只是不想再继续透支而已。很多关系的破裂，并不是因为某一次大冲突，而是因为长期的错位，终于让一个人走不下去了。你会突然发现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被真正问过一句你累不累。你也会开始意识到，这段关系好像一直是靠你在撑。可一旦你停下来，你就会害怕，如果我不再付出，它会不会立刻崩掉？这个恐惧其实非常关键，因为它说明你已经把关系存在和我不断付出绑定在了一起，而这正是越付出越不被珍惜的核心逻辑。不是因为你不值得被爱，而是因为你在关系中太早地放弃了被珍惜的前提条件。真正能被珍惜的付出，一定是有选择的，是可以被拒绝的，是保留退路的。一旦付出变成理所当然，它就不再被看见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讲一个更重要的层面。为什么很多人明知道这样会受伤，却还是忍不住继续付出？这个答案和我们内心深处的安全感有关。很多人走到这里，心里都会冒出一个问题：那如果我不再这样付出，是不是就会变得冷漠？是不是就会变成我曾经不喜欢的那种人？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善良的担心，因为你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你只是习惯了把关系的重量多往自己这边放一点。可问题是，关系从来不是靠一个人扛住的，真正能长久的关系一定是两个人都能站得住。为什么越懂事的人反而越容易被忽略？不是因为懂事不好，而是因为懂事的人太少给别人意识到失去的机会。你总是提前把事情处理好，提前消化情绪，提前替对方考虑后果，于是对方很少真正面对，如果你不这样，会发生什么？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延迟反馈。当一个人的行为长期得不到清晰的反馈，他就很难调整自己的位置。你一直在承受，却没有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承受，
那他自然不会意识到这段关系需要改变。很多人误以为爱就是不计较，可真正成熟的爱是计较的刚刚好。你可以体贴，但不能失去底线；你可以付出，但不能抹掉自己；你可以理解，但不能永远委屈。关系里最怕的从来不是冲突，而是长期的失衡。当你开始慢慢收回一些不必要的付出，你会发现内心会很不安，你会忍不住想，是不是我变得不够好了？是不是我在伤害这段关系？但请你记住一件事，真正稳固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停止过度付出而崩塌，它只会因此露出真实的样子。如果你一退一步，关系就立刻冷掉，那说明它本来就是靠你在硬撑。而如果你退一步，对方开始调整，开始靠近，开始承担，那这段关系才终于回到了一个健康的位置。被珍惜从来不是靠忍出来的，而是靠你愿不愿意让对方看到你的边界。你不是要对抗，你只是要停止透支。当你不再急着补位，不再害怕空白，不再用付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你的位置反而会慢慢被重新看见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变冷，而是你开始对自己温柔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把所有力气都用来维系关系，你反而有了空间去感受关系本身。你也会慢慢明白，真正的亲密不是单方面的牺牲，而是彼此愿意为对方留出位置。很多人一生都在学怎么去爱别人，却很晚才学会如何在关系里不把自己弄丢。如果你正在一段让你越来越疲惫的关系里，我希望你能停下来，不是立刻做决定，而是先问自己一句话：如果我不再这样付出，我还剩下什么？当你愿意把这个问题认真地放在心里，很多关系的答案其实已经慢慢浮现了。卢叔送你一句话：真正被珍惜的从来不是你付出了多少，而是你有没有在付出中站稳自己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